第21天，洛阳到少林寺搭车往返，今日开启背包客模式。本想参加携程的少林一日游，但是发现没办法用现金支付，而我的邮局国际金融卡里的钱不多，还要留着买以后的签证和机票，能少用一点就少用一点，所以我是搭当地的汽车巴士自行前往的。早上送别了教官哥，我将行李寄放酒店柜台后，便搭公交车前往洛阳汽车站。在汽车站凭台胞证买好前往少林寺的汽车票，通过安检门上了一辆往许昌的车。刚吃过早餐，就发现我手机不见了，这下死定了。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这辈子大概有1/3的时间在找东西。我到处翻找后，认为可能是掉在汽车站中。在发车前一刻，我打算下车去找手机，幸运的是全车的人都劝我别去了，找不到了。然后一个小哥用他的电话打我的号码，所以最后关头临出发前才从座椅和车子的夹缝中找到我的手机。我猜可能是从口袋滑出来，掉到缝隙中的，最后找到之时几乎全车欢呼。没想到我能搞这么大阵仗。到了少林后买了门票100元，可是为了将来可以和孙子还有孙子的孙子说嘴，哥，我以前可是上过少林寺的，就还是勇闯了进去。先去参观了塔林，再往回走前往达摩洞，慢慢的往上爬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了阶梯。对的，还没到，只到了山脚下。当场我立刻决定，达摩祖师与我无缘啊。回程的路上，大家都发出几乎相同的问题：达摩老祖啊，你面壁就面壁吧，可干啥跑这么远来面壁呢？出来后终于到了少林寺，这下哥也终于可以说，哥是上过少林寺的了。很想找个地方剃度，可是无奈人家不提供这服务，只好继续往回走，看看少林武术学校的武术表演吧。其实看了快20分钟，一直都是在跑步，可能是时间不对吧。出了少林后，哥感觉自己的功力提升了1甲子了。马上看到有车在喊去洛阳，就施展一苇渡江的少林绝技，渡过车河，顺利的上了车。结果不多久又给卖给另一台往洛阳的车。我就这样顺利的回到洛阳，取了行李换到另一家便宜的青年旅馆。这边是便宜，但网络讯号不良，在房里是收不到讯号的，只能要看脸书时走出门口才行。明日就要继续启程前往西安了。第22天，洛阳到英豪镇84千米，1771千米。今天一早告别了昨日的青年旅馆，也许不能以偏概全，但是就昨天的经验是，我看不到在台湾或其他国家的背包客栈的温度，希望以后住的青年旅馆能让我改观，不然说是背包客栈的话，也不过是个便宜的住宿而已。早上骑的路线是昨日教官走的路线，一路的缓上坡，可是我却并不觉得特别疲累，也许是因为决定要回到原本出发的节奏。我不是为了环游世界一圈而环的，我是为了看看这个世界出来的，所以我是环游世界才对。放慢脚步骑车，也让自己更坚定自己的心。中午前到达了三门来世界，也就是说我已经离开洛阳了。果然开始遇到超多的大卡车、运煤车，不走运的是又遇到修路，所以路上的大卡车几乎几百台都卡在路上，而我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。终于在卡了1-2小时后，我穿出了修路的长镇，这时也该找住的地方了。来到这个英豪镇，吃过晚餐后，看见大家都在买馍来吃，我一时冲动居然买了5个，结果是只吃了半个，其他可能要留着当明天早餐了。哎，这馍也太大个了，比我手掌打开还大个。住进镇上唯一的宾馆，真的很简陋，但已经能遮风避雨了。后来看到今天的高度地形图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今天已经爬了400多公尺，累计爬升652米了。想不到在教官的训练之下，我也终于慢慢的成长起来了。感谢教官，赞叹教官啊！第23天，英豪镇灵宝市97千米，1868千米。话说在河南越是往北，很多特色的建筑就出来了，像这个在台湾应该是防空洞吧。今天要经过三门来，也就是黄河景区，我没过去，因为这一路骑上去常会看到黄河，所以不觉得有需要特地去景区看。不都同一条河吗？
三门来和我所骑行的310国道之间隔住一条运河还是渠吧，所以就会看见这种摩西过红海的景象。中午吃的是昨天买太多的馍，在公园休息过后，到了教官昨晚投诉的区域，我看看时间还早，虽然有点小累，但想再多推进10公里，可以让明后天的旅程更轻松点。但是居然我骑了快40公里没看到路边有提供住宿的宾馆，到了函谷关也只有一家贵松松的5星酒店，所以我只能硬上了，直冲灵宝市吧。进都市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会遇到叫我们去住涉外宾馆的地方，而且每个都市的业者都会和公安有个共同的群组，所以一旦被拒绝一次，那这个都市除了涉外宾馆，大概没人会接了。所以我和大钟哥归纳出来的结果是，尽量找离市中心远点的，最好是小镇，如果是市内，就要找车站附近竞争激烈的区域，这样人家才会为了钱冒险。而离开教官后的我，则是爱找青年旅馆，一般有写国际青旅的都会收，没写国际的也可以去试试，因为我认为这类青旅的老板都是爱交朋友的。在灵宝市这个大哥称为8线城市的地方，只有这么一家青旅。当我拿出台胞证时，大哥嘴上念说怕被公安找麻烦，照理我是不能收的，但还是好心的收下我。所以当大哥找我聊天时，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，也因此喝了2杯白酒。但是话题总爱绕住政治和两岸问题，这个我真的不是很想聊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不管说谁对都不对，而以后在我的自媒体上我也不打算谈政治议题，让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那天晚上睡得不好，因为很累又没好好的休息到啊，与人交谈还真是个费心力的事情啊。本次旅程轨迹图：从洛阳到少林寺，再从少林寺回到洛阳，然后从洛阳到英豪镇，最后从英豪镇经三门来市到灵宝。如果您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窝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